大家好，我是议员。在上一个影片我才讲到Nihipstore 他用钱去买王国的事情，不过他最后是澄清了，否决了用钱去买通14背刺其他王国的事情。结果没有想到在国服14区也是一样叫14的，背叛了他们的王国，因为200块而出卖了自己的队友。那我们来整理一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。先看一下地图，他们这一次的战区包括国服最强的16服，这一次的合作关系是16服打全部服，除了14说他两边都不帮。这里注明一点，16服在火，14服在光。在之前我有说过，国服会比较复杂，是因为他们有绑定关系。在国服他们称之为父子，比方说16服或许跟1服、17服、14服合作，这几个王国只要在地图里面他们就肯定会合作，永远都不会打仗。那么这一张地图呢，16跟14确实是父子关系，但是你们看到这个画面吗？16跟14呢，这两个都是先锋王国，对面只有422服是先锋王国，但是422服的先锋啊，比起16服是差很远的。可以看回我之前的数据，16服是排行第7的，14服排在第14，422服排在第19，剩下的全部都是 A 王国。也就是说呢，16跟14这两个王国合作起来的话，有很大可能可以2打4全部打死。所以对面就有说了，如果这两个先锋王国合作的话，他们就不玩不打了。所以14才说他两边都不帮，他自己打自己的。间接性也可以说这一场 KVK 是1打4打1。OK， 那么我们已经整理好了，现在来讲一下发生什么事情。在昨晚凌晨2点左右，这个地图就变成这样子，被丢了要塞。14的要塞旁边多了2个16的堡，在前面门口的位置也是被入侵了，导致有100位14区的玩家全部被清零。被清零的大多数都是中低战力，因为有些城市战力并不高的关系，再加上不在线，旗帜被拆掉了，他们不在领土，有些甚至没有换上驻防统帅，又或者有些玩家连驻防统帅都没有了，报告直接亏了5倍左右，兵力又不够多，就在一夜之间全部都没了。国际服之前也是有发生过类似的事情，就是要塞突然之间不见了，或者是旗帜不小心拆掉、断旗等等，导致多数玩家全部被清零。可是他们这一场并不是不小心，而是有预谋的拆掉。16、14元已尽，被刺10届盟友不敌200元，200元又是什么梗呢？什么结盟，什么中立，在胜利面前一文不值。在这张地图上，16已经把14推向深渊，14被刺了所有人，16被刺了新疆旧木的14。整个 KVK 地图开局结盟的情况，要么14、16结盟2打6，然后剩下的8国种田，要么14中立，16 1打6，16以及其他6国选择了后者。目前14已经被强行拉下水，这个是我之前提过的阿瑞斯，那上部分呢全部都是废话，你们可以不用看，有兴趣的你们要自己看也可以。我们直接看下面最后一句，这局是我偷偷拆了14的旗，这边我后面有一个星号，应该是瞒着，或许是瞒着14偷偷拆了旗帜。然后这里有一个对话截图，这个人在跟小海联络，据我了解小海是16服的人，小海就问他为什么不要落宝，问他今晚要不要搞，内部已经有矛盾了。然后截图的这个人呢，他就暗示对方群里的人叫他爹，要什么有什么，结果这个小海还真的叫他爹了其实我不是很能理解为什么要叫爹、叫娘、叫爷的这种事情。14群里面的人开始乱了。这里看到对话截图的时间是2点50分，就有人说小海是狗，李元霸是狗，不在领土的保护自己，就有其他的成员叫大家快点起来，就有人问出为什么要帮16丢要塞，结果是这2个人小海跟李元霸2个狼狈为奸，拆了旗帜让16丢要塞进来，结果一大群人全部不在领土上面。那你们可以看到左手边那个截图，他这里是写事情是这样的，昨天小海给我200和我说发生啥事，叫我当作不知道，然后好玩了，妈妈逼半夜里上号拆旗帜了，他不知道小海可以上这个账号。有人说他们拆宝是已经有提醒过了，但是看到右手边的对话截图呢，似乎大部分14的玩家都不清楚这件事情。如果他们知道的话，为什么又有100多个账号被清零呢？现在要做的最大事情就是把人头被零的统计出来，他让小海赔偿，下面那个玩家就觉得无语了，100个兄弟卖了200块，所以才会出现前面200块的那个梗。不过我看到贴吧有玩家说，就算14已经被清零了不少玩家，但是下半场也就是现在开始，依然还是会帮16去打架。上百个中站被卖了200块清零了，但14还是帮16，真是笑死人了。这游戏已经3年了，怎么还有人相信在失落之地有中立这种可笑的协议？今晚凌晨2点14拆了机场让16进来，14已经把270、100的旗帜点着了，明天可能就要全面打进攻战了。可笑的是6国以为6打1真的能赢，结果只是做了一次充电宝。全部人都在讨论这件事情。不过我看到下面评论区有说，前有收了20万的285BB，
竟有收了200的14里元吧。看来买通这件事情不是第一次发生了，全网铺天盖地的都在指责这2个王国14跟16。问题是14连自己车身中站都没有通知，晚上被清了上百个中低站。原来100个兄弟在14的管理层里只值200块，好好的人不做，偏偏要给人家当狗。16这些狗也是垃圾，突破不了100的防线就不要脸了，还叫人家爹。尤其14，反正李元霸退游了，也就是那个冤大头爹收了200块的。你们骂死他全家也无所谓。16不打没有把握的局，为什么归一一直要去打右边的422？就是打你一个交代，战报爽，士气旺。现在感觉皇庭有点难了，就叫14下场。这个就是所谓的国服人情世故。为什么他们那边不好玩呢？就会发生这种事情。亲爹打不过，让儿子来帮忙，然后儿子猜其爹落宝。可是在很早之前呢，其实就有玩家推测14不可能中立，他们一定会参战，就是怕这2个王国合作，对面的人全部不打了，对面的人不出来打，谁要送击杀给你呢？更何况他们已经讲了14最后会拿下皇庭中战，我不认为16会白白送一个中战给14，所以他们是已经预料到了。你们可以看这里的时间是4月14号，这样看来他们是很早就知道这2个王国的伟人了，不可能不会合作。这样其他王国有一点惨了，你都已经讲好了不参与、不参战、不合作，现在你跟我讲你要帮16，2个大先锋王国打一个先锋王国和其他的 A 王国，要怎么打得过呢？我们先不讲王国合作的事情啊，因为你们自己都看到了嘛，其他玩家都觉得16跟14肯定合作的。我们回来讲这200块的事情，那你们觉得这个叫李元霸的玩家他是真的不知道吗？因为大多数玩家都是国际服，我跟你们解释一下国服要怎么登录的。国服呢，你要扫码才可以登录，就是说国服登录呢比我们国际服麻烦很多。我们国际服只要有那个人的 email 和密码，然后你保存了就可以登录了。然而国服的登录方法只有2种，第一种就是你写入你的 ID 还有密码，然后号主收到了验证码之后跟那个人说，那个人才可以登录。第二个方法就是号主给对方一个2维码，让他扫描之后就可以直接登录了。这里李元霸说他不知道小海可以上这个号，你们觉得这个可信度高不高呢？他不管怎样都好，肯定是有人给密码，或者是给他2维码扫了之后肯定可以登录嘛。除非说在很早之前小海就已经可以登录这个账号了，但是他一直没有登录别的账号。比方说我现在登录 A 的账号，但是我不登录 B 的账号，我的 A 账号永远锁定在我这个手机里面，我每一次登录都是 A 账号，这样才可能不通过任何验证的情况下登录那个账号。现在我不确定他登录的到底是谁的账号，但是这个李元霸肯定收了200，还跟他说叫他当做没有事情发生。可怜了14的兄弟，200块就这样子被卖掉了。这个就是事情的经过啦，我也不好去批评什么东西，我已经讲过了，国服他们玩法不一样，或许这个也是他们的策略，他们的玩法之一，我个人当做吃瓜就算了。各位对这件事情有什么看法，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。以上就是本期内容，我们下期再见。